疯了疯了！宋三岁又疯了！宋三岁居然敢这么近距离的挑衅乐宝！宋三岁是不是看到全国都在报道将爷爷落地中国，并和福宝呼应上的报道后，嫉妒坏了，一时间忘记宝家成员都是野生猛兽了吗？忘记成年大熊猫的咬合力了吗？起因是今天到了乐宝去室外园区值班的时间了，宋三岁来到园区喊乐宝去室外，但乐宝不听。乐宝在室内园区的小亭子上躺着，实在是太舒服了，根本不想动。此时，宋三岁从园区摘了一片树叶，插在了竹子上，然后用其扫了一下乐宝的尾巴，挑逗了一下乐宝。宋三岁玩开心了，得意的离开，但却给姨姨们看得一头冷汗。好在乐宝这里已经12岁了，没有在意宋三岁的口气。可能是今天宋三岁被开心冲昏了头，在外将爷爷去到中国后，给宋三岁发来了福宝的最新动态视频。而在家，宋三岁给瑞宝和辉宝搬出来了自己定做的大汽车，喜上加喜的今天让宋三岁一时头脑发昏了。而此时辉宝想给车开走，但在汽车里寻找了半天，始终没有找到方向盘。而瑞宝貌似对大汽车不太感兴趣，瑞宝更喜欢布置满鲜花的蛋糕。姐妹俩的性格真是各有特色，一个爱玩，一个爱美。很快瑞宝就玩耍累了，爬到了小树上去睡觉。而辉宝这里看到小车后直接拉满，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一会儿宋三岁离开，等再次回来时，宋三岁给辉宝带来了方向盘，原来是宋三岁故意给方向盘拆掉的。宋三岁可能真的考虑到给辉宝安装上方向盘后，辉宝会给车开跑，毕竟是3岁，这个阶段的小孩脑回路总是天马行空的。宋三岁先是给车标装了上去，是一个圆形的标志，看来这次的小车完全是宋三岁自己出资，不然的话园区高低得给3星整一个广告。而对于方向盘，宋三岁发现安装上去有点难度，但又不想用钉子固定，怕姐妹俩啃咬时硌着牙。不过没有方向盘的车也不是辉宝看到车上多出来的车标有点挡视线，直接给宋三岁忙活半天的车标给拆掉了。拆掉车标后，辉宝坐在主驾驶位上，然后让姐姐去后排坐好，打算开车去看看福宝姐姐，顺便把江爷爷接回来给自己过生日。今天瑞宝辉宝的抓周仪式还没结束，爱宝这里就直接开席了。这哪是瑞宝抓周仪式呀，分明是瑞宝和辉宝在给妈妈挑选餐后小零食。因为今天瑞宝辉宝挑选完抓周礼物后，爱宝走了进来。爱宝来到园区后，面对着满床的玩具小零食，甚是开心，和瑞宝辉宝一样都挑花眼了。接着爱宝拿起了瑞宝辉宝的法官锤，爱宝闻了闻味道还不错，抱着法官锤就啃了起来。可能是爱宝很久没吃这种大竹子了，爱宝一口下去后表示奶爸挑选的这根竹子很是美味。爷爷们也没想到精心为瑞宝辉宝准备的礼物到头来不过这个生日本应有爱宝的一份，毕竟孩子的生日母亲的苦日。而瑞宝辉宝这里面对这满床的竹子和硕大的鲜花蛋糕，玩的也很是开心，母女3个忙个的，谁也不打扰谁。爱宝这里很快就给一根法官锤啃完了，辉宝这里这是直接骑在了自己的蛋糕上。辉宝今天妥妥 C 位，屁股坐在蛋糕上，一副园区小主人模样。一会儿辉宝这里眼看妈妈吃法官锤吃得这么香，也馋得走了过来，抱起了另一个法官锤。不过辉宝此时牙口没有妈妈的厉害，对于这种坚硬的竹子根本咬不动，但是辉宝的力气很大，对着法官锤拳脚相加，轻松拿捏。姐妹俩今天的周岁生日宴会完美结束，而乐宝此时正倚靠在自己的木架上睡着觉。从乐宝睡觉时嘴角上扬的样子可以看出，乐宝此时的心情也很是美丽。而爱宝这里吃完法官锤后，又拿起了麦克风。瑞宝和辉宝的周岁抓周派对成了爱宝的零食宴，爱宝自己干饭的同时，还不忘让姨姨们自便，让姨姨们吃好喝好。而此时宋三岁正拿着胡萝卜和窝头，试图让爱宝停止继续吃瑞宝辉宝的玩具，但爱宝不听。爱宝感觉爷爷手里的零食没有自己手里的麦克风好吃。富有童趣和爱心的宋爷爷给瑞宝和辉宝在小亭子上用竹子插了一个小竹林。宋爷爷的脑洞总会给姨姨们出乎意料的惊喜。宋爷爷陪着姐妹俩在人造竹林里玩耍了一会儿，宋爷爷伸出手想和辉宝击掌，辉宝秒懂爷爷的意思，立马迎合爷爷。宋爷爷和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离开，爷爷离开后，姐妹俩便沉浸在了这稀疏的竹林里。现在姐妹俩开始长恒牙了，所以开始对竹子产生强烈的好奇，不仅开始觉得竹子美味，也可以用竹子来磨牙。一会儿江爷爷又来到园区，江爷爷灵活地爬上小树，姨姨们以为爷爷这是要教姐妹俩爬树，仔细一看，原来是在给小树上的绳子剪掉。而此时的瑞宝跟在爷爷屁股后面跑来跑去，而之所以要剪这根绳子，是因为早上时瑞宝爬到了
眼前这个小树的顶端，但在小树中间却凭空多出来一根绳子，这让瑞宝无法再往上爬去。江爷爷在看到这一现象后，立马来到园区进行处理。绳子不仅妨碍了瑞宝爬树，甚至还会给姐妹俩造成安全问题，因为绳子在有些时候也是很锋利的。江爷爷处理完绳子后离开，而爱宝这里则一直都在默默地吃着竹子。爷爷的到来和离开，爱宝没有丝毫的波动。爱宝对饲养员100%的信任，就是对饲养员们的服务最好的认可。爱宝顶着一身青团向通道门口走去，走前还和辉宝亲昵了一下，被妈妈从睡梦中突然叫醒。辉宝一脸懵，等爱宝走后，辉宝又继续倒头睡去。姐妹俩自由自在的生活，让姨姨们看了都瞬间想要躺平。一会儿爱宝回家后，宋爷爷走了进来。宋爷爷先是来到辉宝身边，拿出手机记录了一下辉宝睡觉时这可爱模样。不过从这个角度看宋爷爷的头顶，怎么有点反光了？宋爷爷的发量这是要向江爷爷发展呀！宋爷爷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呀！宋爷爷离开后，辉宝渐渐醒来，用小脚给自己挠着痒，小舌头在嘴巴里转来转去的，这小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而宋爷爷此时已经开始为园区收拾刚才爱宝吃剩的竹子了。宋爷爷将竹子弄成堆，然后将其扛走。等姨姨第二次排队回来时，此时福宝接替姐妹俩来到了室内园区。不过不巧的是，福宝此时正在睡觉，看来这次姨姨要看福宝5分钟睡觉的样子了。不过福宝园区的油菜花都已经开了，但是被福宝和姐妹俩霍霍的只剩下了几根。而隔壁的乐宝此时正在努力营业，正坐在小木床上吃着竹子。一会儿福宝挪动了一下身子，姨姨以为福宝要醒来了，结果福宝只是给自己换了个位置，然后继续睡去。乐宝在园区吃完竹子后，开始在园区散步。乐宝园区的绿化肉眼可见般的比福宝园区绿化的好。乐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来到了通道门口。韩奶爸给自己开门，表示到下班点了。这时姨姨的观看时间也到了，而姨姨最后离开园区回家时，天上下起了小雨。爱宝和瑞宝、辉宝的营业结束了，宋爷爷正在收拾他们玩耍过后的园区。宋爷爷将竹子全部收集好，放成堆，然后一起带走。此时在室外的福宝看到回室内的通道门开了，便向通道门走去。福宝来到室内园区后，直接来到了小亭子上开吃。福宝这次的坐姿有点新奇，半蹲在小亭子上，别说这个姿势看上去还挺显高的。而与此同时，乐宝也正在室内园区，和福宝一样都在吃竹子。福宝这个姿势蹲久了容易腿麻，福宝便给自己换了个姿势，坐了下来。福宝吃完竹子后，便直接来到了树上睡觉了。而乐宝这里也在睡觉，只不过睡觉的地方多少有点令人不解。乐宝一边睡觉一边守着自己的饮水盆。福宝在树上睡醒后，暂时回家休息了一会儿。这时圣熙阿姨走了出来，为福宝放置新的竹子和小零食。圣熙阿姨是两个爷爷最好的帮手，当爷爷们在室外陪福宝时，圣熙阿姨就会在办公室里守着爱宝和姐妹俩，而当爷爷们在办公室时，圣熙阿姨就会出来照顾福宝。而两个爷爷为了瑞宝和辉宝在园区的安全，每天都要巡视园区好几遍，各个角落都要打扫干净。而福宝现在每次在园区闻到妹妹或是妈妈的气味后，总会以自己的方式去覆盖他们。而依依还发现福宝现在也解锁了爸爸的下床方式，不知道是不是福宝在树上休息时看到的。除了福宝这里，乐宝那边爷爷们也没有少了关心，乐宝园区的每一个细节，爷爷们也是同样会注意的。而对于姨姨们会问姐妹俩每天脏兮兮的会给他们洗澡吗？爷爷们的做法则是用毛巾为他们擦拭，因为大熊猫们的毛发比较厚，它们身上脏的只是外面的一层毛发，所以只需要拿毛巾擦一下就可以焕然一新了。而且大熊猫皮肤上有一层保护自身的油脂，如果人为的给它们洗澡，会容易使油膜破坏，抵抗力下降，这样就会容易生病。就算不能用水洗澡，爷爷们也会给姐妹俩擦得干干净净的。